大家好，尽管中国领导人前段时间访美，并与美方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本期节目谈到的事情再次说明，永远不要相信美国人说的，而要看美国人做的。他们就是要将中国置于死地，让中国永远无法翻身。今天，德国媒体报道了美国给荷兰施压，阿斯麦低头，从而断供中国。我们先看看南德意志报的报道。电脑芯片争夺战愈演愈烈，谁拥有最快的芯片，谁就拥有权力。现在，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打击，荷兰的一家公司被夹在中间。那只是一款智能手机，然而，当中国制造商华为公司的 Mate 60 Pro 于2023年8月投放市场时，华盛顿震惊了。这是因为它包含了许多专家都难以想象的东西，拥有非常先进技术的主芯片。华为和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工程师们是如何研发并生产出如此先进的处理器的呢？人工智能、快速计算机和现代武器，如果想走在前沿，就需要最新、最强大的芯片。小型硅芯片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关键的技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刚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已将原定于去年年底实施的对某些芯片生产设备的禁令提前了几周。自华为事件发生以来，来自政界、商界，当然还有特工部门的专家们一直在思索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涉及荷兰制造商阿斯麦的机器，高性能芯片如苹果手机中使用的芯片的生产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阿斯麦成为世界唯一一家掌握重要工艺的公司。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已于2019年对最先进的阿斯麦机器实施了出口禁令。拜登政府在2023年延长了出口禁令，将较弱的一代机器也包括在内，但当时无法立即实施禁令。直到2023年、2024年交替时，这些机器才被禁止出口。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因此许多中国公司提前订购机器。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业务几乎占到阿斯麦营业额的一半，这反过来又让华盛顿非常不满。于是，据说美国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向荷兰政府及阿斯麦施加了压力。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了这一消息。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说是为了提前禁止这些机器，后来也真禁止了。在实际宣布停止交付前几周，一些机器被禁止交付。但为什么对这些机器如此大惊小怪？是什么让阿斯麦如此独特？那就是在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制造数11个晶体管，为此使用了极短波紫外线。目前，阿斯麦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为现代芯片的超小型结构提供光刻机的公司。此项最先进技术的开发成功，花费了他们数十年时间。它使用的是接近 X 射线的极紫外光。如果没有阿斯麦的坚持不懈，就不会有最新款苹果手机的芯片，也不会有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超薄但功能强大的笔记本电脑。这一工程壮举同样需要巨额投资，但却不那么容易复制。如果可以，也需要数年时间。其他制造商也受到影响，因此美国政府利用对阿斯麦机器的出口禁令，至少试图让中国更难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受这种限制影响的公司不止阿斯麦一家，例如美国制造商英伟达的一些人工智能计算加速器也不允许出口到中国。受禁令限制的产品清单在10月份再次扩大。然而，大多数高性能芯片仍在亚洲生产，只有韩国三星集团、台湾台积电和英特尔掌握了极其复杂的制造工艺。然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特尔必须赶上技术上的差距。这家美国公司的首家利用极紫外光 EUV 生产芯片的大型工厂，已于去年秋季在爱尔兰投入运营。计划中的德国马格德堡工厂也将采用 EUV 技术。现在我们看看这家媒体的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一个秩序民主的国家如何利用其经济实力向友好国家的公司施压？这很有意思。问题不在于这样做是否合理，甚至是否有必要，这一点值得商榷，而在于这里所揭示的世界秩序守护者的法律解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荷兰应自行决定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合理的。下一条评论：必须认识到，阿斯麦的成功是基于美国大学的研究成果。美国阻止了向佳能和尼康授权，这是阿斯麦成为垄断者的唯一途径。下一条评论：每个人都只谈论最小的结构宽度，例如智能手机 SoC 和处理器中的结构宽度，重要的控制器却被遗忘了。例如最新的用于汽车的中央计算机采用28纳米技术，但通常是在新加坡或德累斯顿的全球代工厂生产的45纳米产品。在俄罗斯的 Iskander 火箭中使用的是德州仪器公司已有30多年历史的 TMS-320。如今，许多来自中国的模拟电路已经充斥市场，它们价格低廉，但质量却恰到好处。接着，让我们看看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西方芯片技术，荷兰限制对华出口。荷兰政府撤销了芯片制造商阿斯麦与中国业务的某些出口许可，这是因为美国指责中国政府将该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德国知识点评：我相信美国肯定不会把该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肯定不会的。其实呀，美国佬的心思谁不懂？所以政府层面与美国谈什么完全是浪费时间，美方的心思大大的坏。所以啊，中国人还是丢掉幻想吧。前进的道路上充满荆棘，但必须砥砺前行。据半导体制造商阿斯麦称，荷兰政府已部分撤销了向中国交付部分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原因是美国的出口限制。据该公司称，撤销许可将影响到中国的少数客户。据阿斯麦公司称，这涉及到出口许可证已被部分撤销的所谓光刻系统。该制造商在这些系统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系统使用极光来创建芯片电路。中国市场对阿斯麦很重要。该公司表示，尽管许可证被吊销，而且最近美国又实施了出口限制，但预计不会对其财务前景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国一直是阿斯麦的第3大市场，仅次于台湾和韩国。但在2023年第3季度，中国市场以46%的销售额跃居首位。来自北京的批评：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府坚持要阿斯麦提前停止交付给中国。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以借口迫使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表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自1月1日起，某些深紫外光 DUV 光刻机对华出口禁令开始生效，以切断中国的高科技芯片供应。此前，美国曾游说禁止向中国供应更先进的极紫外 EUV 技术曝光系统，应防止用于军事目的。过去，荷兰增加了向中国出口某些生产微型芯片的机器的难度，这是国家和国际安全所必须的。据荷兰政府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将其用于军事用途，并保护荷兰在此类技术领域的地位。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反过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现在在芯片技术上已经超越了西方，只是还没有出现价格昂贵的超级 CPU， 但绝对物有所值。今早出现了一连串抨击中国的奇怪帖子，新的协调好的跨大西洋广告活动吗？下一条评论。于是这位网友跟帖，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偷窃阿斯麦的技术不下3次被人发现，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2月。下一条评论。我不需要读这篇报道就能知道以下内容：一、我们的跨大西洋伙伴提出的禁止向中国出货的要求；第二，中国人是坏人，我们是好人；第三，
任何莫须有的理由。阿斯麦是人类生产的最有价值、最先进的机器之一。这是一家欧洲公司，我们被指定必须与谁做生意，这说明谁才是老大。下一条评论：谁会在乎他们不使用最新的芯片呢？我最近买了一部 Ulefone， 它比美国产品厚很多，但除此之外，它能提供我想要的一切，而且便宜很多。下一条评论：荷兰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翻译出来是占领国命令其附庸停止自由提供自己的商品来赚钱，赚大钱，多么伟大的友谊啊！下一条评论：这将扭断中国经济的脖子。下一条评论：如果美国明天决定与中国成为好朋友，并告诉荷兰交付其最先进的阿斯麦机器，荷兰只会说好的，主人。下一条评论：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下一条评论：很快一家中国公司就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下一条评论：这阻止不了中国。下一条评论：中国正在控制自己的经济政策，以遏制其他国家。下一条评论：中国以后会深深记住这一点的。下一条评论：阻止其他国家经济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屡见不鲜，尤其是对非洲和拉美洲国家。下一条评论：先是欧洲周围的世界被点燃，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然后他们切断了我们与廉价能源的联系，北溪输气管。现在与中国的贸易又遭到破坏，美国安插的傀儡正在摧毁我们的经济，欧洲完了。下一条评论：美国怎么说，欧洲仆人就得怎么做。下一条评论：在美国的要求下，大家试图放缓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原先大家还以为中国开发芯片需要数年时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中国人批量生产光刻机需要多长时间。下一条评论：哥们儿，这条新闻是多年前的了，这不是真的，幕后黑手不是荷兰。最重要的是，中国早就解决难题了，目前他们正在研发3纳米芯片。下一条评论：是的，那又怎样？中国的技术比西方先进得多，中国在机械工程方面也正在迎头赶上。从这个角度来说，限制给中国提供阿斯麦光刻机，无非是中国成功之路上的一步。下一条评论：一旦中国拿下台湾，他们就掌握了未来芯片技术的诀窍。下一条评论：那么通过德国出口吧，反正德国公司为钱不择手段。下一条评：等着看中国什么时候重新收归台湾，然后我们又可以在欧洲的河边洗衣服了。德国明镜周刊对此也做了报道，但我们只看几条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美国将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消失在无足轻重中，因此他正在寻求结盟，就像乌克兰战争目前是与欧盟结盟一样，德国在事实上似乎仍被美国占领，而欧盟的其他国家则必须顺从美国。下一条评论：阿斯麦是市场领导者，美国人现在可以低点入场。偶然发现一位印度分析师在推特上也谈到美国向荷兰施压，不准阿斯麦给中国供货。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是他在推特上写的东西。美国如何扼杀欧洲？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北约，因为主权独立，但荷兰的阿斯麦公司不能向中国出售半导体设备，典型的美国假逻辑，以及欧洲作为附庸国的可悲状态。2019年以来，美国一直胁迫阿斯麦停止向中国销售各种光刻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需求变得更加紧张。好消息是，中国每一步都在取得胜利。5到10年后，阿斯麦将会消亡，因为中国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制造同样的设备。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看几条。这位网友还贴出了视频，美国在偷叙利亚的石油。从视频可以看出，偷运石油的卡车看不到尽头啊！你们看，这就是现代赤裸裸的强盗呀！下一条评论，是的，从英国到日本，美国一直在威胁和恫吓其他国家的政府，不要与中国公司在这个或那个领域开展业务，即不要开展互惠互利的业务。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黑帮主义。下一条评论，100%准确，而且并不复杂。如果我和这位楼主都能看到这一点，那么荷兰人和阿斯麦也能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会在7到10年内迎头赶上，他们现在已经领先于制裁中国之前的美国。下一条评论，在中国本土设备准备好大规模生产之前，阿斯麦机器只是权宜之计。美国知道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游戏，但大选在即，激烈的戏剧需要首演。下一条评论，美国的这些举动正逐渐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把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美国正在减少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在不知不觉中稳固了中国的根基。下一条评论，美国就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孩子，认为只有他才值得发展，而不是其他人。下一条评论，欧洲经济很快将只能依赖旅游业，因为工业将消亡。下一条评论，我不同意阿斯麦会消亡的说法，它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下一条评论，无所谓啊，中国会开发自己的处理器，华为已经发布了采用5纳米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MateBook。考虑到美国仍然只能生产10纳米芯片，这实在令人惊讶。它仍然依赖台积电生产7纳米、5纳米和3纳米芯片，而中国将达到2纳米。好，朋友们，本期节目与你们分享了德国南德意志报以及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之后还与你们分享了各国网友的评论，甚至包括印度分析家的推文。从众多网友的评论，我想你们不难看出，其实美国的行径遭到绝大多数网友的唾弃。这些评论的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他们的心里有一把尺。